18岁的儿子刚见到17岁的父亲，竟然就狠狠给了父亲一拳，只因父亲在中日4岁时就抛弃了家庭。之后，母亲也因为瓦斯外泄而离世。把中日养大的是父亲的朋友光哲叔叔，他从小就培养中日学习格斗技巧，致使中日在转学第一天就独自打倒了找茬的10个不良少年。18岁的他只是一个想过平凡高中生活的学生，却因为学过格斗技巧跟综合格斗而被大家害怕。中日不明白自己这该死的暴躁脾气到底像谁。他再次得到父亲的消息是死讯，从警局领出遗物的中日内心毫无波澜，他也不想帮抛弃自己的人渣父亲办葬礼。看着父亲遗物中的手机，中日心想这是哪个年代的古董？可下一秒他就傻眼了，因为这个开不了机的手机竟然响起了电话铃声，而且对方还是早已过时的011号码。犹豫过后，中日还是接起了电话，然而对方却说自己是这台手机的主人。以为遇到诈骗犯的中日训斥他这没用的家伙，好好工作赚钱吧。对方沉默过后问中日在哪里，不耐烦的中日大吼：我在南市十字路口100层大楼前，你这个只会骗人的混账，不服就来找我吧。可等中日骂完合上手机后，他却发现周围人的发型都变成了杀马特。中日惊讶这是哪里？虽然这里还是蚕室没错，但路口的100层大楼竟然变成了小吃摊。就在这时，出现几个不良少年朝中日招手，为首的崔文圭质问他就是偷手机的贼吗？中日刚想矢口否认，手中的手机却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。另一个杀马特合上手机，冷声道：终于找到你了。见此，中日也懵逼了，因为他在父亲的遗物中见过这个人。眼前这个杀马特分明就是中日的爸爸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就狠狠挨了一拳。理血狂飙的中日瞬间想起光哲叔叔说过的话，他年轻时所处的是浪漫的时代，大家都过着有活力又充满希望的日子。这些话中日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，他不明白那个时代到底有多好，能让叔叔动不动就回忆当年。中日的父亲蒲世厚在这时的江东是有名的人物，朋友们对他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。从小学习格斗术的中日也不是吃素的，以为在梦中的他无所顾忌。面对从小抛弃自己的父亲，中日用出10字固必杀技摧毁孝心。这种从未见过的攻击令蒲世厚一惊，见此中日顿时得意大笑起来。过去光哲叔叔曾对他说过，那个年代到处都是流氓，要是在街边对视上就会直接挥拳头。但李光哲他们从来没害怕过，因为蒲世厚真的太强了。他便硬生生举起锁住自己的中日，然后狠狠将其砸在地上。同伴们称赞不愧是石厚，作为江东老大的他原则就是不打跌倒的对手。临走前，蒲世厚也不由得思考刚才锁住自己的那招是什么。被打倒的中日没想到竟然有人不懂技巧，只靠蛮力能做到这种程度。感到丢脸的他只希望这一切都是梦，但倘若这一切都是梦的话，中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在梦里被揍。他准确报出蒲世厚1986年生属虎。中日要跟从未尽过当爸爸责任的蒲世厚单挑，感觉被挑衅的蒲世厚立刻摆好架势。中日奇怪这鬼姿势是哪个年代的拳击啊？蒲世厚的出拳速度非常快，中日一时分不出这是远击拳击还是短击拳击。不过他明白现在这个不重要，这种时候只需注意步伐，然后用出抱腿摔就好了。不知得手的中日十分得意，他明白蒲世厚绝对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技术，现在中日就可以报复人渣父亲了。他4岁时妈妈就因为瓦斯外泄死亡，之前就抛弃家庭的父亲参加完葬礼就再也没出现过。从那时起，中日就下定决心，如果再见到人渣父亲，要把他揍到死。可此时正在挨揍的人却是中日，他不明白蒲世厚是怎么知道骑乘式的破解法。这个时代明明没有巴西柔术这种东西，蒲世厚竟然是靠本能应对的，这种变态的天赋令中日心惊。正在挥拳的蒲世厚也不明白，偷走他手机的贼为什么非要跟他打架，直到中日似乎失去了意识，蒲世厚才停下了自己的拳头。他刚想打电话给朋友米西，却找不到手机了。原本躺在地上的中日也不见了踪影。终于偷拿到手机的他，此时正在全速奔跑，毕竟这台手机可是中日来到这里的唯一线索。见此，蒲世厚下令把大家都叫过来，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那个偷手机的贼。不久后，中日来到网咖查找资料，他这才明白自己来到了约18年前的2003年6月。目前唯一的线索就只有这台手机，中日只能在其中寻找新的线索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通讯录里有光哲叔叔的号码，中日立刻满怀着希望打了过去，可接通的人却是这个时代的杀马特李光哲。苦恼的中日再次开始思考，他来到过去是从接了过去人的电话开始的，那么反向思考，说不定可以打电话给未来的人。中日唯一记住的号码就是光哲叔叔的，他尝试着拨打这个年代没有的010号码，没想到在短暂电子音后竟然真的接通了。中日立刻向光哲叔叔说明了目前的情况，以为遇到诈骗犯的李光哲怒斥骗人会遭天谴的。中日急忙让光哲叔叔先别挂断，他准确说出叔叔前几天跟水果店的大婶相亲去了，但是叔叔错吃了脱发药，直接当场吐了。闻言，李光哲惊讶，现在的诈骗犯连这些都能知道吗？中日无奈说出自己现在在塞贝利亚网咖，这是只存在于18年前的建筑。就在这时，杀马特李光哲带着一群人走了过来，看着他头上的绿帽子，中日忍不住狂笑起来。他认为叔叔穿成这样到处走，肯定很不受欢迎吧。李光哲在中日说出塞贝利亚网咖时，就信了他几分。他害羞大吼：我年轻时可是很受欢迎的。绿帽李光哲见中日一直在嘲笑他，也很生气，他甚至中日打电话分神，想要偷袭。但从小练习格斗的中日可并不弱，他一拳将绿帽李光哲打倒，强大的力道甚至让地板开
裂。其他人没想到中日会这么强。中日向光泽叔叔道歉，因为他这一拳把李光泽的脸弄伤了。看着镜子中伤口的光泽叔叔懵逼了。绿帽李光泽又重新爬了起来，然后光泽叔叔脸上的伤口就变成了2道。他彻底相信了中日刚才那些匪夷所思的话。如果中日真的回到了过去，那么光泽叔叔相信他可以救自己的爸爸。中日闻言瞬间愣住了，回过神来的他怒问自己为什么要救那个人渣。朴实厚做过的事，光泽叔叔也知道，他的意思是中日也许可以救申敏熙，也就是中日的妈妈。尽管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妈妈温柔的声音也始终在中日脑海中。他看着陌生又熟悉的脸，流下了眼泪。然而18岁被称为眼镜蛇的申敏熙可不是好惹的。中日瞬间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，那时妈妈的刀法似乎非常好，甚至有一种武林高手的感觉，就连刨冰都能很快雕刻出玩具的样子。中日终于明白了，妈妈原本的个性就是这样的，只是因为她太爱中日，所以才变得温柔。这是崔文圭从后面偷袭了中日，他质问手机小偷在这里干什么，偷了东西居然还敢在他们的地盘玩。申敏熙忍不住问崔文圭，这么用力出人命了怎么办？然而他身后的中日很快就重新站了起来。本在为重逢感动的中日现在已经怒火中烧，他下定决心不会再被打第2次了。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想到中日还能再站起来。就在中日为装逼成功而得意时，朴实厚再次狠狠一拳将他击倒在地。找到手机的朴实厚不想再打了，他带着同伴们离开了这里。临走时，申敏熙回头瞥了一眼昏死过去的中日。再次醒来的中日已经到了公园的长椅上，被吓一跳的他下意识喊出了妈妈的名字。申敏熙立刻追问他到底是谁，不仅知道朴实厚的生肖和生日，现在甚至连申敏熙的名字都知道。紧张的中日刚想要说实话，申敏熙却先问他是石厚隐藏的家人吗？因为中日不管是脸还是体型，甚至连声音都很像朴实厚。最重要的是申敏熙在他身上感受到了朴实厚才有的那种野性。不过申敏熙还是感觉哪里怪怪的，中日都不知该说他直觉好还是不好。不过他刚好可以顺势瞎编出一个背景。中日表示自己的父母是家族出生的秘密，所以他和朴实厚其实是隐藏的同龄家人。申敏熙顿时心疼地问中日被打得痛吗？不过他让中日应该直接跟石厚说自己是来找家人的。中日借口怕石厚受到打击，请申敏熙保密。申敏熙一直都很担心跟奶奶一起住的石厚，现在看到他有家人了，所以也很开心。中日忍不住问妈妈到底喜欢朴实厚什么？申敏熙仔细思索了一番，然后说石厚长得好看又很能打，看起来很稳重也有领导力。申敏熙还在不断思考，想继续说，中日让他想不起来就算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申敏熙就只是喜欢石厚，他早就决定好以后一定要跟石厚结婚，如果结婚就应该会生孩子。申敏熙有些纠结，要生几个孩子好呢？最终他还是想只生一个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爱完整给一个孩子，名字他都想好了，如果是女儿就叫秀贤，如果是儿子那就叫……中日低下头打断了妈妈的话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过去，但中日已经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，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救活妈妈。平复好心情后，中日笑着说自己只是突然想到一些难过的事，他直接称呼申敏熙为嫂子。中日必须先联系上光哲叔叔了解情况，所以他要先抢走爸爸的手机，因此他对申敏熙说自己想要跟石厚道个歉。2021年的光哲叔叔也正在查找资料，他还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中日说，可他试着拿手机打电话过去，却显示为空号。光哲叔叔只能祈祷中日快点打电话过来。朴实厚的手机上也留下了通话记录，他看着从未见过的010号码感到很奇怪。犹豫过后，朴实厚拨打了这个电话。2021年的光哲叔叔立刻接通了电话，可朴实厚却一直不说话，因为此时他的身前出现了一大批小混混，对方为首之人申请跟朴实厚谈判。与此同时，中日被申敏熙带到了地下游乐场，这里是崔文圭妈妈开的，就是刚才偷袭中日的那个人，并且这里还是朴实厚小团体的秘密基地，这里可以说就是他们打造出来的，地板上甚至有他们留下的痕迹。这时申敏熙亲切地向文圭妈妈打招呼，中日顿时被吓得目瞪口呆，他终于见识到了遗传力量的强大。申敏熙在文圭妈妈这儿得知其他人今天还没来，他想打电话叫其他人来跟中日和好。接通电话的李光哲说明，现在大家都聚在山房公园的亭子，他们正在跟上一栋的人谈判。崔文圭让申敏熙不要过来，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申敏熙忍不住骂了一声，他让不明所以的中日先在这等一下。至于申敏熙本人则要前往谈判地点。中日干笑两声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文圭妈妈友善地递给他冰可乐，他问中日也是文圭的朋友吗？文圭妈妈刚才稍微听说中日跟其他人打架了，她表示大家都是很善良的孩子，外表看起来很凶，但内心却很脆弱。申敏熙能把中日带到这里来，就代表她觉得中日人不错，因为这里对朴实厚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地方。文圭妈妈丈夫死后身体也不太好，要一直去医院，多亏了有文圭和他的朋友们帮助，文圭妈妈才撑了下去。中日没想到那些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家伙还蛮乖的，这时文圭妈妈又送给他几个游戏币。中日惊叹这个时代的游戏一场居然只要100块，以前的游戏对中日来说非常简单，他很快就在游戏中打赢了对手，对面输给中日的人顿时骂骂咧咧起来。
中日对因为游戏输掉而生气的人莫名感到亲切，但对面的人却一直在莫名其妙的找他。中日的表情逐渐冷了下来。公园内发起谈判的刘善浩让朴世厚好好考虑，只要在游戏场多放几个新游戏，就能赚很多钱。刘善浩社区的大哥们也会好好照顾他们，但朴世厚坚决不放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在游戏场。刘善浩口中的大哥也都是一些地痞流氓，在小弟面前丢脸的刘善浩给出新方案，他要把游乐场的机器都打烂，到时候朴世厚他们只能再买新的。刘善浩的谈判只不过是个幌子，相中的上一帮已经埋伏在了游乐场，他们一收到谈判失败的消息就开始打砸，客人们全都被吓跑了。朴世厚众人立刻开始往游乐场赶，正在前往谈判地点的申敏熙跟他们迎面碰上。此时崔文圭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许多年前他的爸爸就因为赌博欠债消失了，独自撑不下去的妈妈曾带着他烧炭自杀。妈妈临死前只希望文圭下辈子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妈妈，最终是文圭强撑着起身问妈妈这是什么味道，之后希望孩子能活下去的文圭妈妈摆起了小吃摊，在面对找茬的客人时，文圭总会鞠躬道歉，无论客人如何羞辱他，都只是不断道歉。这一切都被朴世厚等人看在眼里。不久后，崔文圭家便开了游乐场，大家都开始帮忙装修文圭的地下室。文圭妈妈面对这些好意都有些不好意思，大家安慰她这里对文圭来说很有意义，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珍贵的地方。从此以后，这里就成为了大家的秘密基地。崔文圭绝对不能让上一帮的人毁了那里。然而匆忙赶回的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因为此时游乐场内所有上一帮的人都倒下了。中日淡淡道：“我绝对不是为了你们出手的，只是因为阿姨给的可乐太好喝了而已。”上一帮的人还挣扎了起身想要偷袭，但中日仅仅一拳就再次让他昏死过去。没人能想到中日会这么强，他不管众人震惊的目光，潇洒离去。装逼成功的他心里一阵暗爽，但朴世厚却叫住了中日，他质问中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难道也是从未来来的吗？